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很多小伙伴在制作视频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内容创作的一个方向，今天有风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新的方法。我会分享一个 AI 自动化的方法，它可以全自动的收集你感兴趣的热门话题，结合我们的 AI ChatGPT， 最后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只需要一键点击一下，它就可以全自动的收集你想要的所有信息。我们要的工具，它不仅可以自动抓取 Twitter 上面的信息，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帮我们抓取 TikTok、Instagram、Facebook， 还有我们的油管，它都可以全自动的进行一个抓取。想象一下，这款神器它可以全自动抓取全网的最火的推文、最火的信息最近比较热门的信息，嗖的放到你的表格里面，最后再用我们的 ChatGPT 亲自操刀，稍微改写一下，几分钟以内几百个创意点子就到手了，非常的简单。就算你是 Make 的新手，那也不用担心，今天我会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操作。这个神器的话，它比较适合那些渴望灵感、想找到更多的一个创作方向的朋友。这个表格里面的信息全部用我们的 AI 自动抓取的，它可以抓取你感兴趣的一个大神的一个推特账号上面的内容它的点赞数、评论数是多少，在里面都可以进行自动的收集。还有这里面，它里面有他们原汁原味的一个推文，就是它的原版推文。里面的话可以用 GPT 帮我们改写后的一个推文，还有推特的一个链接，它的一个发布时间等等，那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这里面只是部分内容，当然它还有更多更强大的功能。基本上你能了解到的信息，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工具全自动的进行收集。这个表格不是我手动做的，这是我们系统 Make 结合我们的另外一款工具全自动生成出来的。当我们把整个流程搭建好以后，我们只需要在 Make 里面点击一下启动。整个系统的话就全自动运行。今天你跟着有风来操作一遍，我保证你也可以轻松上手。以后的话，你再也不用在推特上漫无目的的寻找一些内容了。而且的话，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来，比如说按月也好，按周也可以整理出一份热门的一个话题的清单，看看大家最近在聊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接下来的话，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首先我们需要打开 Make，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暂停一下视频，在视频描述里面打开这个链接，先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有风制作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实操型的一个视频，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光看，一定要跟着我一起来操作起来。打开 Make 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中间这个开始免费使用。作为一个新手刚开始的话，我们用免费版本的话已经足够用了，我们点击这个开始。Make 的话，它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平台，它可以与很多 APP 进行一个无缝的连接。很多比较复杂、重复性的工作的话，全部可以交给 Make 来一步一键帮我们完成。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Facebook 进行登录一下。我今天用我的 Gmail 邮箱直接进行一个登录，这里无所谓，随便选，点击这里创建。好，它首先会问你对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无所谓，随便填，不重要。好，随便取完好友，点击一个开始。第一次进来后台的话，它可能需要跳转几次，大家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就是 Make 的一个后台其实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复杂，那等一下你跟着我操作一遍以后，你就觉得那其实很简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动起手来。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创建一个新的场景，或者说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场景也是一样的。点击右上角创建一个新的场景，也就是创建我们的一个新的工作流程。这个工作流程里面，你要告诉它执行的哪些步骤，执行哪些操作，我们先都可以在里面把它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把它先定义好。这里有个教程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叉把它关掉。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创建我们的第一个自动化工作流程。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定义一个触发器。然后来操作实现我们的自动化任务。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 X，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推特。如果说你要接入推特这个 API 模块的话，它每个月的话需要收取$100的一个费用。但是的话，今天有风会教大家一个比较变通的方法同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直接增加推特一个 API。那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API FY，就是这个工具，点了它以后。那我们要选的话，今天是选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家的话不要选错了。大家的话接下来我们需要把 Make 的话连接到我们的 API FY。API FY 的话，它是一个网站我们需要先去到 API FY 这个网站来免费申请一个账号。这个链接的话，我有风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如果没找到的话，可以
打开视频下方有风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里面，直接找到这个链接点进来就可以了。API-FY 的话，它是一个网络爬虫和数据的一个提取平台，支持很多种编程库，比如说 Python、Java。用户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API-FY 的话，从网站中提取一些数据进行一个网络自动化操作，以及处理大规模的一个数据任务都没有问题。它可以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同样我们需要注册一个 API 的一个账号。那我们点击这里 Sign Up 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来试用一下。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Sign Up 付入员免费注册。同样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登录这个地方，它叫你填入一些的名字、用户名等等。这里选择怎么样用这个 API-FY 随便选吧。这里的话都无所谓。来到 API 的一个 Store， 它里面有个商店，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网络爬虫。你不仅说可以爬取 Twitter 上面的数据，你还可以爬取 Google 地图的一个数据TikTok 上面的一个数据。还有 Instagram 上面的一个数据 ，Facebook 上面的数据都可以。那在最顶部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社交媒体下面还有很多分类。关于电商的数据的话，它也可以爬取。我们点击这个 e-commerce， 它可以爬取亚马逊虾皮等等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就是抓取Twitter上一些比较实时的一些信息。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Store， 上面的话点击个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Twitter， 点一下它。里面的话可以增加你感兴趣的 Twitter 那些大 V 的一些账号信息，我们可以直接填到这个地方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打开 x.com， 也就是我们的 Twitter。这里面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搜索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你对科技类的一些内容感兴趣，那你可以增加一些我们搜索出来，我们点击这个 People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账号。比如说我对这个账号感兴趣，我复制一下它，把它这个名字的话复制过来，回到我们的 API-FY， 然后把它的名字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话可以增加很多你可以在 Twitter 上面关注几十个或者上百个你感兴趣的一个大 V， 那把它这个名字的话直接粘贴到这个方面来就可以了，粘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有风今天因为只是演示，我这里的话就随便加几个进来，比如说HTC。下面的话可以加很多，你直接点这个加号就可以了。地方的话可以填入你要抓取多少推文比如说这个 HTC 它里面发了非常非常多推文，那你想要抓取多少篇，那你这里可以填入。因为今天有风只是演示的话，我就填个5篇。那每一次最多查询多少这里的话你可以选一下。还有这下面的话可以从事的次数的话，你这里可以填一个。因为推特的话，它官方的话其实是有限制的，最多的话是800。这里的话我们填5，因为我们今天只做演示。接下来底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个保存。保存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所有的一个动作，这个我们点击它返回一下。在左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存好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创建一个任务，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任务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的话无所谓你自己看的，标题的话无所谓你自己看的。右边的话这里有个继续，我们点击一下它。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任务的话就创建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我们的 Make， 让我们的 Make 的话与我们这个 API-FY 的话进行一个连接。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创建一个，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行链接。如果这里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首先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新的场景，那大概就是它。那你点到它以后，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创建一个新的一个场景，我们点击一下它。来到这个页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加号。在下面的话，我们搜索一下 API-FY。这里面的话，我们选择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Watch Task Runs， 我们选择它。这里的话就需要和我们刚才这个 API-FY 的话进行连接，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里的话，创建一个新的链接，我们点击一下。接下来的话，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 API-FY 的一个 API。这个 API 的话在哪里找呢？那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设置的话，上面这里有个整合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API key， 我们点击这个可以复制一下，复制到它也回到我们的 Make， 粘贴进来，点击个保存。那这样的话，我们的 API 的话就已经连好了。这个任务的话，这里我们选择这里面这一个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然后点击一个保存。好，然后点击这个 OK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右边这个加号，
那这里我们再来搜第一个 API FY， 我们点击一下它。这次的话，我们要创建一个数据的一个项目 database ID。那第一个的话，我们需要填一下，往下面拉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数据 ID， 大概的话就是这个，也在最底部，大概就是在我们最底部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它会自动加进来。其他东西我们不用改，我们直接点击 OK 就可以了，把这个收起来。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一个 make 与我们的 API FY 的话有没有连接成功。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一个运行，点了运行以后，同时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API FY， 点击左边这个 Actor， 来我们点击这边我们刚才已经保存的这个 Save Tasks， 找到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任务，然后点击就是这个刚才制作好的任务，点击一下它。这边的话我们要拉到最底部，点击一个开始，因为它两边数据需要进行一个连通这两边的话需要同时运行。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正在一个数据的一个链接这边正在一个运行。这里稍微等待一下就可以了。这边的话就可以运行了。时间的话，他说他可能需要花费1分钟的时间，在运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这个 API FY 的话已经获取到一些数据信息。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也已经获取到了信息，说明的话我们已经运行成功已经连接成功。那我们可以点击它，它直接可以跳转到推特上面来发。它可以直接跳转到推特上面对应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你想改一下它这个任务的话，很简单，点击左边这个已经保存好的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连接到我们的 GPT， 连接到我们的 ChatGPT。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 Make 的话连接到我们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 Make 连接到我们的 ChatGPT， 因为等一下我们用 GPT 来改写一下我们刚才获取到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复制别人的消息，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那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加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个 OpenAI。第一个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二个，我们选择这个创建。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二个就是 GPT-3、GPT 3.5、GPT 4这个，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同样需要连接到你的 GPT， 那怎么样连接呢？它需要调用你的 GPT 的一个 OpenAI 的一个，它需要调用你的 GPT 的一个 API。那我们直接点击。怎么样 GPT？ 那你怎么样获取 GPT 的一个 API 呢？首先的话，你需要是一个 GPT 的一个会员才可以。那如果说你不是 GPT 会员的话，你可能获取不到你的 API， 因为它 GPT 的 API 的话，它是需要收费的。那怎么样把我们的 GPT 升级到 GPT 的会员的话，用我们国内的银行卡进行购买 GPT 会员的话，你买不了。有风的话之前的话做了一个教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进行升级 GPT 4 Plus。这个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如果需要升级 GPT 会员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教程。那这个教程写的非常的详细，会教大家怎么样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然后再用这张卡来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会员。当你 GPT 升级到会员以后，我们可以在地址栏输入一个 openai.com， 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顶部中间这个产品，那这里有个 API 登录，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API， 在左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API Key。第一次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API， 你首先需要充值进来，因为它是调用 API 的话是需要花钱的，但是也不贵。那你可以充个$1、$2、$5先来感受一下。第一次操作的话，你需要点击右上角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API。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你的 API 的一个名字。然后点击右下角进行一个创建就可以了。它这个 API 的话是一串比较长的一个字符，它只会显示一次，所以说大家在创建好以后，记得一定要把这个 API 的话给保存好，因为后面的话它都不会再显示了。如果说你忘记了以后，你就重新再来创建一个 API。回到我们的 Make，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创建一个链接，就是链接到我们的一个 OpenAI 的一个 API Key。那我把我的 API Key 的话粘贴进来。这里的话也必须要填入你的一个组织 ID， 那我们点击它进来的话，它会直接跳过来，跳到 API 里面，这里就有一个组织的一个 ID， 那也是我们同样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点击这个保存，点击这个 OK，
它会自动连接到我们的一个GPT 的一个 API 啊，这里的话已经连接成功了。这个 model 的话就是 GPT 你要使用哪个模型？我建议大家的话选这个 GPT-4o，也就是 OpenAI 最先进的最新的一个模型。这里有个信息，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增加信息。这里的话，角色的话，我们选择一个用户。这个 message 消息内容的话，就需要填入你的一个提示词，那就跟就和我们在 GPT 里面用的时候一样。这里的话给 GPT 一个提示词，只是说我们这里的话需要填到这个位置来。比如说我给它提示词是这样子，帮我重写一下这个推文，把这个填到后面。后面的话需要加上我们的一个参数，因为它里面的信息非常多如果你一时半会找不到，我们可以在上面搜索。那后面的话我们打一个空格，这里面搜索一个 full。增加的话就是第一个，那我们要增加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它，它就可以自动加进来。这个的意思的话就是帮我们重写一下这个推文这个后面 full text 就是整个推文的话，我们都把它重写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第一次的话，先跟着我操作。其实你先操作一遍了，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没有理解到，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了。点击最下面这个 OK， 这里的最大的一个 token 的话，我们默认的话选择0就可以了。它需要生成多少数据？那0的话就是默认的一个 GPT 生成的一个文章的一个长度。那当然的话，这个数字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填。那么点击右下角这个 OK。同样的话，我们需要来运行测试一下。那我们点击这里运行，同时的话需要回到我们刚才API FY。同样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Actor， 点到我们刚才新建好的这个任务，同样点击右上角这个运行。API FY 的话，它首先从这个任务的大概意思就是 API FY， 它先从推特里面获取一个数据出来，然后再发送给我们的 Make， 再由我们的 Make 的话用 GPT 帮我们的文章稍微改写一下。那整个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以往的话，我们手动改写，你需要手动去推特上面一条一条的推文进行一个复制好以后，你再回到 GPT 一条一条叫它帮你进行改写，非常的繁琐。现在的话有了我们这些工具，那我们可以直接用工具直接帮我们搞定就可以了。那这个会根据你的数据量的有多少的话，它的运行时间的话可能有所不同。你看我这里的话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已经获取到数据了10条信息这边的话我们也是生成了10条这边的话我们的 GPT 的话也是获取了10条信息，说明的话我们这个数据的话是连通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数据导出来。那我们可以打开 Google， 我们来搜索一下 Google 一个表格。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我们打开一下。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Google 表格里面的话新建一个文件夹。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表格绿色这个标，那可以点击这3条杠，然后来到我们的一个Drive， 来到我们的 Google 网盘，我们点击一下它，再点击左边这个我的网盘，点击一下它。在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在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点击右键，这里有个新建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这里叫 Make 自动化，点击一个创建，再打开我们这个新建好的文件夹，在这里面的话点击右键新建一个谷歌的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名字的话，左上角你双击一下，你可以取一下，方便你自己区分。等一下我们的数据导出来以后的话，就会在这里面，你可以取一个，比如说 Make 导出数据。我们在表格建好以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 Make， 这里的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次的话选这个 Google 表格，也就是这个，我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增加一个 row， 增加一行，点击一下。这里需要与你的 Google 表格进行一下连接。当我们的 Google 表格连接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下我们刚才所建的一个文档的一个位置，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有个 ID， 我们先点击一下它，我们来选择一下。我们刚才因为已经建好了。那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 Make 自动化，我们刚才建的好一个文件夹这里再点这个加号，选好我们刚才建的一个表格，因为我们数据导出的话，它会自动存到这里面来。那表格的名字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默认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再选 Yes， 这里面就是我们要输出的一些数据。那你需要输出什么样的数据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填进来。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 API FY， 它帮我们输出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有 Twitter
所有的一个推文，我们的一个图片，还有我们的一个回复数、转发数、喜欢数，还有我们的推文的一个 URL， 那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的话直接输出到我们的表格里面来。在这里的话，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下相关的数据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A，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人，就是一个名字。那我们选择这个名字，这名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就是我们 Twitter 上面那些我们关注的账号的一个名字。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这个数据来源于哪个账号，里面数据很多，我们都需要你想要什么数据，在里面的话都有。比如说 B 的话，我们可以来收集一下它的一个喜欢的一个数量是多少。比如说这里个 favorite 就是这个喜欢数，收到我们点击一下它，它会加进来。C 你想要什么数据也可以直接来选。C 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它的整个推文的话都给调用进来，因为我们刚才在上面的话，因为太多了，我们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 full full 就是我们的一个全文。我们需要调用它的一个全文，点击一下这个。第一的话，我们需要调用 GPT 帮我们改写好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点击这上面这里有个 GPT， 这里因为之前它默认收起来，我们点一下，我可以让它显示出来。这里有个信息 message， 选择这个第二个内容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 GPT 改好的内容会出现在第一表格第一那一列里面。还有下面还 EFG， 这里面的数据的话，你都可以自己来选。比如说的话，我还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选。比如说我还想要一个 URL， 我们这个推文的一个地址的话，我们再来往下面拉。转发数是多少，我们这里也可以把它填一下。比如说的话，我们可以来一个，比如说来一个创建时间等等。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表格的话所要呈现的数据。你想要什么数据，自己在里面选就可以了。选好以后点击 OK 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来运行来试一下，我们点击这个 Run， 同时的话来到我们的 API FY 里面来，我们也需要来运行一下，点击左上角这个任务返回一下，然后拉到最下面这里个开始。好，现在首先是用 API FY 这个网站的话进行一个数据收集，它收集数据好以后发送到我们的 Make 里面来用我们的 Make 来进行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流程处理。它首先从 API 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数据的话已经传送过来了。那这里收集到第3条数据，第4条这里已经这数据收集到以后 ，API 我们的 GPT 它会帮我们改写好以后，同时再把数据的话发送到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 Make 表格里面。你看这里的话是不是已经自动给加进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我们来看到我们 Make 里面刚才增加好的数据。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账号的一个名字，我们收集哪个账号。第二个的话，它就是它一个喜欢数、评论数、转发数等等。第三个 C 的这一列的话，就是它原始的一个推文。D 的话就是我们 GPT 改写好的一个推文。还有E的话，它这个原文的一个推特的一个链接，我可以点到这里来，它会直接跳转到它原文的一个推特链接。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创建的时间等等了。反正后面很多数据你都可以自定义，你想要什么数据在这里面来增加数据就可以了。那我这里只是演示一小部分，你可以在 Run 在 API 里面的话 ，API FY 里面增加更多的一个推特上面的一个账号，你只需要点击左边这个已保存的一个任务，找到你刚才新建的一个任务，点击这个加号增加更多就可以了。你增加的数据越多，等一下我们导出的数据的话也会越来越多。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推特上面去找，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种系统直接帮我们导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实时的一些信息。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要直接，比如说你在推特上也发布它一样的消息改写好，这样的话你可能是拿不到什么流量的。因为的话，大家的话更喜欢看到一些带有你个人见解或风格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怎么样利用好这些数据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导出的数据的话当做我们的一个灵感的一个宝库。你不仅知道那些大 V 在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能从中间挑选一些最火的一些部分，然后再结合你自己的想法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一个内容，不管是视频内容还是说推文，那都没有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制作视频最难的就是寻找一个灵感，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快速获取最新的一些灵感。
比如说，我们收集了5个大咖的一个推文，这5个大咖都在聊同一个事件说明的话，这个事件最近可能比较热门。我们可以把这个5个大咖，因为这里面的话有收集到他的一些内容，我们把他们的一些精华的一些观点总结提炼一下，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内容，那你就可以创作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内容。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制作出来的一个视频方向的话，都是一些比较新的、大家最关注的一些话题方向。希望今天有风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带来一些启发。今天用到的 Make 还有这个 APIFY 的话，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链接，一定要跟着我来操作一遍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这个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油管上面的一个频道的一个首页最近的话，有风的话还做了一个网站，叫做 AI 有风的一个网址导航。在这个网址导航里面的话，我放上了我用到的所有的工具因为我们在网上挣钱的话，会用到非常非常多的工具我把我经常用到的所有工具的话，都放在这个网站里面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AI 有风.com拼音就是这样子的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已经帮大家收集整理好了，还有就是我平时做视频的一些文字脚本，那我也会全部放到这个网站里面来最顶部会显示我最新做的一些视频的一些文字脚本，那你点进来看以后，这里面就是我视频里面讲的什么内容，那在这个文字脚本里面的话都会体现出来，那大家可以边看我的视频边看我的文字脚本，那相当于自己看了一篇笔记，这样的话可以加深你的一个印象。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有空有时间看到都会尽量回复大家。